小某書上一位剛落地澳大利亞的中國女遊客屁股還沒坐熱呢，就心生感慨，當場掏出手機向全世界宣布了：这兒應該就是世界上唯一沒有歧視的地方。這覺悟，這洞察力，您這哪是澳洲旅遊啊？您這是坐在了人類文明的巅峰、种族和諧的世外桃源裡了。就可惜啊，這桃花源幻境保质期太短了，没幾分鐘啊，評論區裡那些老澳炮披星戴月一哄而上就來打臉了。咱也不知道這位遊客在澳洲具體待了幾個鐘頭啊，但評論區裡那些老澳洲華人那是實打實的用血淚史在科普什麼叫歧視啊。就他坐那地方，大概率呢是维多利亞州立图書馆门外的台階，或者是旁邊的火车站区域。网友們說了，晚上往那兒一杵，半小時能被罵20回，歧视的发生率保守估計能進澳洲前3啊。有華人回憶自己被 teenager 追着扔壽司的經歷，那叫一個地道啊！澳洲的 teenager 那可是連法律都管不住的特產，主打一個無差別攻擊。去年5月，悉尼就出过這麼檔子事兒，一對華人夫婦走在街上，就因為長着華人的臉，被7個11到16歲的青少年圍住，就是一頓拳打腳踢，外加吐口水啊！視頻傳到網上，2.8萬人氣得直接聯名請願，要求政府管管這幫小祖宗。最後怎麼着？7個孩子全都有條件保釋了，等於說打完人回家照樣打遊戲。還有一位63歲的工程師，在澳洲兢兢業業生活了21年，結果在商場裡走着走着，被一個女人迎面一拳打在臉上，嘴裡罵着“滾回印度去”。不好意思啊，咱們不聊印度，咱們就說说咱們自己人吧。中国職業拳擊手周潤琪夠能打了吧？去年10月在悉尼公交車上，就因為跟老婆說了幾句中文，被幾個人指着鼻子罵滾出我們的地盤。混亂當中呢，後腦勺被人用螺絲刀似的尖東西捅了，當場昏迷了10來分鐘啊。他老婆更慘了，被人拽着頭髮直接從車上拖下去。总有人说這是個別現象，別大驚小怪的。那咱就看看數據嘛。澳大利亞統計局2025年9月發布的數據顯示，過去1年裡，大約每6個人裡就有1個因為膚色、族裔或者宗教原因被人歧視。這還是官方數據啊，華人社區的實際感受恐怕只多不少吧。中國駐悉尼總領館去年5月連着發了2條提醒啊，讓咱們中國公民加強人身安全防範。因為當時悉尼東部那邊出了好幾起專門針對華裔和留學生的暴力襲擊啊，都有中國學生直接被從自行車上推下去，身受重傷。連官方都這麼緊張了，還他媽擱那兒歲月靜好呢。那位中國女遊客嘴裡感慨的多族裔共讀的圖書館，在本地華人嘴裡也有個更接地氣的名字——刷怪龍，就是遊戲裡怪物不斷刷新重生的地方。有評論說，坐那長椅上一晚上能觸發10起歧視事件，運氣不好連頭髮都能給你薅走了。有個華裔澳洲老炮出來指認說，每年球賽結束，那地方的長椅都有人對着撒尿，旁邊的廁所空着都不用，就得在椅子上解決。哪能澳洲上到這種地步了？一邊是象徵着人類精神文明高峰的圖書館，一邊是彌漫着尿騷味的種族歧視重災區。這畫面照片裡坐在那張椅子上的女士，你能想象嗎？夠不夠包容啊？夠不夠多元啊？你對着鏡頭感嘆這是世界上唯一沒有歧視的地方的時候，你是在用自己的天真給成千上萬條真實血淚的控訴拉上選擇性無視的捲簾門，貼上習慣性遺忘的封條啊！在澳大利亞，有近15%的人還在直接承受着人際間的種族歧視，有70%的人生活在種族主義言論的陰影裡。斯坎倫基金會2025年的報告說，51%的澳洲人認為移民太多了，這比例都創了歷史新高了。那些高喊着多元文化的口號，轉頭卻對亞洲面孔吐口水的人，在澳大利亞是到處都是啊。說到底還是得謝謝這位中國遊客啊，用一篇帖子搞了一場大型社會學田野調查，幾百條的回復啊，用詳實的個人經歷和精準的官方數據，把一個傳說是撕得粉碎。
就那塊鬼地方，不是什麼全世界唯一沒有歧視的仙境，而是全世界歧視極其嚴重的沼澤。就別再滿世界找什麼沒有歧視的地方了，你還是先掂量掂量自己能不能成功避開那些专打後腦勺的螺絲刀吧。還有不知道從哪個方向飛過來的爛番茄、冷壽司、臭雞蛋。